千万别小看阵风。在本次印巴空战中，歼十 C 使用 PD-15E 成功击落阵风战机，但一次战绩并不能直接断定阵风很弱。事实上，在全球的4代机中，阵风绝对是名列前茅的那一批。欧洲三雄价格超过 F-35， 锁定 F-22， 以上标签随便拉一个出来都能说半天。盛名之下无虚事，可不是说说而已。在印巴空战中，阵风之所以被击落，只能说有不得已的苦衷。说到阵风战斗机，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作为欧洲双峰之一，阵风在国际市场上也算是鼎鼎有名的高级货。在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的战斗序列中，都能看到阵风的身影。当然，选择阵风可不是因为沙特的王爷们人傻钱多。作为典型的4代半战斗机，阵风除了隐身能力先天不足以外，其他的都算是世界一流水准。单从直面数据上来看，阵风比起4代机销冠 F-16， 在各个角度上都可以说是全面超越。而要说到实战经验，不论是在阿富汗、利比亚还是伊拉克、叙利亚，阵风都凭借灵活可靠的特性，扮演着战场多面手的角色，赢得了空军飞行员们的一致好评。根据达索的官方说法，阵风战斗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多用途战斗机，上可空优侦察，下能对地打击，作战灵活性极强，大大减少了对专业机型的依赖。那多用途这3个字是不是意味着它的空战性能不行呢？实际上，我们从压抑布局就能看出，阵风在设计的时候绝对是针对空战性能，尤其是空中格斗性能特别优化过的。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阵风可以轻松拉出负 3.2G 到 9G 的过载，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拉到 11G。 而其装备的2台斯奈克马 M88 发动机，不但让阵风拥有超音速巡航能力，更是赋予其澎湃的动力，能够在空战中获得显著的战术优势，使其能够更快地拦截敌机，并在战斗中保持较高的能量。目前阵风战斗机主要有3种型号：陆基单座型阵风 C、双座型阵风 B 以及舰载单座型 Rafale M。 而印度空军装备的则是单座型的阵风 EH 和双座型阵风 DH， 它们的性能和法军自用的版本比起来基本上没有区别。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印度给的确实多，36架阵风加上配套的这些武器，打包卖了78亿欧元，在全球最贵战机排行榜上仅次于 F-22， 甚至还要压过 F-35一头。甭管阵风性能如何，至少价格先追平5代机了。当然了，印度也不是冤大头，在这份阵风大礼包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ASM 铁锤制导炸弹、米卡、流星等空导弹可以说一应俱全。阵风机载的 RB-12 有源相控阵能够同时跟踪多达40个目标，并引导空导弹攻击其中的4个，还具备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对地成像能力。这款雷达是欧洲首个投入使用的有源相控阵，也是印度的首款有源相控阵。对于印度空军来说，可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此外，像是 RST 传感器、泰雷兹的频谱电子战系统等先进设备也是一应俱全。它能够主动对抗敌方雷达、导弹和激光照射，并在没有飞行员干预的情况下释放对抗措施，发射诱饵弹或是进行电磁压制。再加上阵风机载电脑的传感器数据融合能力，管它叫小 F-35， 实在不是夸张的说法。这么好的飞机卖给印度一架2亿多，贵吗？真不贵，甚至可以说比起光板没毛30亿一艘的二手航母来说，这些阵风算得上性价比超群。但可惜的是，武器的价格并不能100%代表其战斗力。2亿多一架的阵风被8900万一架的歼十 C 吊起来打，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5月7日那天晚上的克什米尔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从历史上来说，自从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这2个国家的大小冲突就没有停过，但发生在5月7日的这场空战，即使是放眼整个世界战争史上，也算得上是规模空前的。除了贝卡谷地空战以外，基本上是2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空战。根据巴基斯坦国防部的说法，在克什米尔上空一度有多达72架印度战斗机和42架巴基斯坦战斗机交战。截至双方同意停火时，印度方面有6架战机被击落，其中包括1架米格29、1架苏30 MKI、1架无人机以及整整3架阵风战斗机。而巴基斯坦空军竟然无一伤亡，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个午夜说起。
0点10分，在争议边界附近，巴基斯坦空军正在进行战斗巡逻。在4月底的时候，印巴边境局势不断升温，双方多次发生空中对峙，因此巴基斯坦方面的战备程度很高。在印巴边境线中部和北部各有一支巡逻队在空中待命。突然，巴基斯坦预警机的雷达上光点闪烁，这是印军战斗机开始集结升空的信号。随着雷达上的光点越来越多，值班的巴基斯坦军官意识到，印度空军这次绝对不是小打小闹。2分钟后，巴基斯坦空军基地内警铃大作，飞行员迅速按照预案跳入战斗机驾驶舱内升空待命。到了0点30分的时候，巴基斯坦空军的歼10、枭龙等战机已经在空中严阵以待，形成了完整的作战机群。此时，预警机和电子战机已经识别到了60架印度战机，后来又涨到72架，其中包括多达14架的阵风。顺带一提，这些阵风应该隶属于绰号金剑的印度空军第17中队。从编制上来说，14架阵风应该是该中队能起飞的全部加底了，能够迅速完成分类确认，并掌握了所有印军战斗机的情况。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断定，巴基斯坦空军此时就已经化被动为主动，印度空军的先手优势已经算得上是荡然无存了。0点37分，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完成了42架战斗机的集结，准备驱赶印度空军。与此同时，印度空军开始在印度境内向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发射空对地导弹。据印度方面称，这次导弹袭击打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的11个空军基地、9个武装分子据点，造成了35到40人的伤亡，并且摧毁了数量不详的巴基斯坦飞机。巴基斯坦方面也承认基地遇袭，但并没有披露具体伤亡。从结果上来看，这次空对地打击行动几乎可以说是不痛不痒，但招来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坚决反击。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群将任务从威慑和驱离改为了全力击落印度战斗机。再接下来就是时长1个多小时的空战环节。然而，发生在克什米尔上空的这场世纪大空战和过往人们对空战的想象完全不同。对于巴基斯坦飞行员来说，这次空战更像是对着雷达打地鼠，从闪烁的光点中分辨出印度战斗机，保持对印度战机的电子压制，顺便重点关照一下疑似阵风的目标。而印度那边，这场空战就是纯粹的恐怖片了。座舱里的雷达告警响个不停，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架编队成员毫无征兆的突然消失，而自己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看到。根据巴基斯坦方面公布的通信录音，一架代号为哥斯拉3的阵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击坠，而他的长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于一个战斗飞行员来说，恐怕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那么问题来了，前面我们提到过，阵风不但有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和 IRST 传感器，还具有相当强大的机动性，足以完成空战格斗中躲避导弹的复杂动作。频谱电子战系统也是功能多样，怎么会连目标都没看到就被接连击落，而且是连着被打下来3架呢？实际上，巴基斯坦的空军发言人已经向我们透露了答案。印度虽然在4个方向上组织了共计72架飞机的巨大机群，试图利用数量优势分散巴空军的兵力，在各个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并且特地将进攻方向选在了巴军的防空雷达盲区之中，但巴基斯坦的预警机群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在4月底的空中对峙中，巴基斯坦方面已经掌握了阵风战机的雷达特征，因此巴方能够在超远距离上及时辨别出空中的阵风战机，为巴基斯坦空军实现先手打击创造条件。不仅如此，在探测到印度战斗机的动向之后，巴基斯坦的预警机群创造了复杂的电磁环境，实现了对印军的电磁压制。这样一来，战场的主动权就几乎全部落到了巴基斯坦方面的手里。印度空军这边只能说很勇，由于严重低估巴基斯坦空军的情报搜集能力，在自己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任务。等到印度空军集合完毕，巴基斯坦也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的发展各位也都知道了，印度空军的战机被挨个点名，阵风成了那个冤大头。结合我们前面的分析，现在我们对此次空战进行一个初步的复盘。印度空军出动72架战机，显然不是为了隔着边境线不痛不痒的扔几个空对地导弹就走的。印度可能在策划战役的时候，很可能准备了一次大规模的跨境攻击，其中包括争夺制空权、压制巴基斯坦防空火力、对地打击等任务。然而印度空军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在巴基斯坦预警机的眼皮子底下
大摇大摆地进行战斗机集结和升空，顺理成章地被巴基斯坦全程监控。这就导致仅仅在印度空军完成集结7分钟后，紧急出动的巴基斯坦空军也完成了集结，在国境线上部署了强大的空中拦截力量。此时进行跨境攻击的风险太大，印军发现巴基斯坦空军完成集结后，不得已选择放弃跨境打击，改为投放防区外打击武器，例如风暴阴影等，针对巴基斯坦的重要或者不重要目标进行了一轮乱射，试图交叉。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巴基斯坦空军的歼10发射霹雳15，预警机通过数据链进行引导，对印度战斗机逐个狙杀。不过，以上这些内容可以解释印度空军失败的原因，但似乎不能解释为什么阵风被击落。原因也很简单，战术有问题就算了，飞行员素质也不是顶尖，无法进行高难度操作。从巴基斯坦展示的击落战果来看，阵风战机被击落的高度都在50米至90米的超低空。印度飞行员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想要利用地面杂波干扰空空导弹的雷达导引头。想法不错，利用阵风的机动性，的确可以这样做。阵风可是打索出身，继承了三角翼配合近距耦合压抑，机动性很好，又能保证飞行稳定。但问题在于，这个操作的实施难度较高。如果印度飞行员个个都是王牌，自然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它不是。阵风战机的航电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超过去的俄制战机，但飞行员的转型培训周期就只有9个月，法国标准为18个月，印度飞行员的年均飞行时间仅150个小时，远低于北约标准的250个小时。训练强度不足，直接影响应急处置和复杂战术动作的熟练度。在应对巴基斯坦的来袭导弹时，无法有效规避敌方导弹攻击，并且现代战争体系为王。印巴之间的空战是继贝卡谷地空战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大机群之间以争夺制空权为主的空中战役行动。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乌俄战争，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大机群作战时，体系才是重中之重，有预警机支持，具备高性能航电与高性能的超视距空空导弹，在面对同代战机时具备碾压性的优势。巴基斯坦空军就是这样的。相比之下，印度武器装备很杂，美制、俄制、欧制都有。苏30 MKI 与阵风之间数据链协议不同步，无法形成编队防御。至于印度的预警机，数量少，覆盖范围有限，加上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是否能起到作用还是未知数。这就相当于出去干架，别人一群打你一个，你还傻傻的跟他们打，这个时候跑不丢人。但印度空军觉得自己打得过，结果阵风这种能够锁定 F-2的战机，在印度飞行员的操作下被迫牺牲。总的来说呀，在这次印巴空战中，阵风虽然被击落，但这并不意味着阵风很弱。就跟上面说的那样，在全球最贵战机排行榜上仅次于 F-22。如果性能有缺陷，阵风战机还能那么畅销吗？只能说，现代空战的胜负单靠一架战机的性能无法决定胜负。在飞行员素质差、作战体系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战机性能再好都无济于事。